Hello， 大家，《美妆搭档情人》第2季第10集，本季最终回，最后一集了。小枣和斗真真的要迎来离别了，我们也要跟这部剧说再见了。最后一集，让我们好好的给他画上休止符吧。似合ってる。夏目さんも。でも嬉しいです。いつも夏目さんここに連れてるみたいで。そうか。早先生是你的什么吉祥物吗？ならよかった。もしかして指輪か？このタイミング？さあ、仕事行きましょうか。斗真一定知道小枣在想什么，就故意吊着他。不过话说，小枣的耳夹都已经送出这么久了，为什么斗真迟迟不送出他的戒指？早就已经说好要送了，不是吗？季節の変わり目ですので、目元クリームのサンプルも一緒にお入れしておきま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新米的那个客人真的，这后来变忠实顾客了哎。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近くに来たついでにフリューの5番をって思って、間宮さんにもお会いしたかったし。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ちらのお色でお間違いないでしょうか。はい。ではお包みしますね。还是小枣懂他吼，他还是想要当个普通客人一样来光顾、被服务就好，不想要被当 VIP、被当女明星簇拥着。結婚したのになかなか一緒にいられなくいや、なかなか一緒にいられないから結婚したのかな。きっとお互い何かつながりが欲しかったのかも。一份安全感，一份心里的底气。彼と会うご褒美のためだと思えば頑張れる。让小枣干净，也把斗真戴在自己手上。哎呦，你们这么亲密哦，还一起修指甲。指针磨指甲最好要在沙发上把沙发弄脏了，抹下来白色粉末不会把斗真的黑衣服弄脏吗？そうだ。指輪か？ハンドクリーム後で塗ってあげます。ありがとう。こいつ指輪いつ渡すつもりなんだ？斗真真亏你も睡得着しかして待。ってる俺見て楽しんでんのか？我就知道没睡着，一直想看小枣反应，对不对？ないんですか？いや、寝てるって。よーく寝てる。看这闹脾气的小枣，斗真都知道怎么一回事啊。不过斗真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为什么不送？新人研修ですか？又来。メンズもいるからぜひ間宮君に持って。なあ坂志くん、たまには外でランチでもどうや？いえ、俺はここで。坂志くんのパリキが近いから少しでも一緒の思い出をと思ったのに。結構です。斗真并不想跟你有什么过多瓜葛。あれって坂志くんが提案したん？何のことでしょう。什么事情笑成这样？忙しいのに本当にありがとう間宮君。いえ。間宮君トレーナーに向いてると思う。这伏笔可终于又要再回收了吧？店頭に立つ間宮チーフもロミーの宝だしね。この先いつか考えてみてって話。はい。佐橋君がうちに？哈？そう、スプリングコレクションのイベント最終日に。哦これ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す。有楽町のダブル王子。佐橋君のパリ行き前の選別ですよきっと。きっとお客様も喜ばれますね。又要卖腐给客人看，这次是真情侣。原来这就是斗真的安排啊！あー懐かしいねこの感じ。しばらく見納めだから。新明是一脸崇拜的看着他们。今日の目標。売り上げ1位狙っていくぞ。はい。揃ってるねダブル王子。開店前に2人の姿を見ておこうと思ってね。やっぱりいいな。見に来てよかったよ。その日お客様は途切れることなく。もしよかったらなんですけど一緒に写真撮って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チーズ。一个眼神都知道对方要什么。哎，可惜这个这么隐秘的科点，
客人感觉磕不到啦，只有我们被导演的特写镜头带着才磕得到。この時間がずっと続けばいいのに。事情没有永远不变的哈，现在挺好的，但你们要继续前进。今日はお疲れ様でした。本社に掛け合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もしかしてこの日の売り上げはロミー全店で1位だったと。哦，はいロミ因为我还以为他会趁这个活动的时候送戒指嘞，结果也没有吗？パスポートは入れた？入れました。航空券は？入ってます。临别前总有操不完的心呐、最近原田チーフの新人研修手伝ったり、前にトレーナー興味あるって言ってたじゃないですか。俺は接客が好きだって。だから店頭に立つよ。OK，前面就说了，也不一定真的就要选培训师这条路，但就是多一个选择，到头来尝试过选择不选，也是一种选择。いいか？お前がびっくりするぐらいかっこよくなって待ってるからな。哎呀，结果戒指是2个，耳环只有1个，当然也是因为斗真之前送过小枣耳环的。この先も俺は夏目さんの尊敬を更新していくし、その度に出会えてよかったって思うから、俺も夏目さんを幸せにでき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何止斗真啊，我觉得他作为一圈人都因为小枣而带来幸运啊。これからもずっと俺と一緒にいてください。没要求婚呐、大好きです。好啦，这个比什么形式都重要了。所以你为什么拖到现在才送啊？是因为你自己心里其实一直都还是没有准备好要离别吗？これからいろんなことあると思うけど、俺とお前なら大丈夫だって思ってる。哎，yes。楽しみだな。一緒の人生。はい。哇，我觉得这一季比起上一季差别最大的就是他们的接吻戏，真的可以感受到2位演员默契变好了，化学反应更好了。待ってるよ。总算是把斗真送走，虽然依依不舍，但是其实我期待这一天好久了呢。トーマがパリに行ってから半年、東雲有楽町店にはさらに新人の BA が入った。哎呀，すいません。なんとあの星名君の先輩になったのだ。哦，这个新人不会由新民来带吧？好像不错哟，因为新民应该是最能体会他的处境的。時間が許す限り連絡は取り合っているけれど、なんでこうなるわけよ。彼女の骨格的にこちらの方がより引き立つかと思いました。だからあえてチークを弱めにして。全然分かってない。你们2个不要隔着这个 model 吵架啦，那个 model 也是很专业耶，这样子一动不动的就坐在那边。お疲れ。お疲れ様です。休憩中です。那边晚上，这边白天。啊，你没有戴手上啊？啊，毕竟不想要公布你们的关系是吧？你也是。夏目さん、すぐ戻りますよ。嗯。好啦，完结撒花，我们又送走一部剧了呢。总感觉这段时间我们送走了好几部剧呀。这一季最后一集呢，也就是把剧情平平安安的落地，平平安安的收尾，把前面所有的伏笔都回收回来，包括斗真要送给小枣的戒指，斗真终于前往法黎，还有小枣到底要不要选择培训师这条路，等等等等的。这一季所有的登场过的重要角色，在本季也都重新登场一遍。
除了斗真的家人之外，那个先不要，那个先不要。除了是送别斗真，也是跟我们好好的道别啦。大家如果还记得我对这一季前几集的评价，那是相当的高啊。是的，感觉又是高开低走的一部作品。因为我觉得第2季导演抓准了斗真跟小枣的感情线、成长线，琢磨在他们的工作还有感情的成长，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很好的选择。不是要再像上一季那样子，又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杀出来的油腻男来骚扰小枣，然后在那边勾心斗角，单纯的拼事业，单纯的谈恋爱，真的让人觉得看得很安心。再加上前几集的节奏，那是真的很明快，你感觉一集之内发生了好多的事情，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塞了好多的行程，真的可以明确的感受到他们的工作跟生活好忙呀。结果后面还是一样的问题，节奏变慢了，然后也是同样的情绪在那边反复的上演。工作遇到困难了，但是我相信小枣，相信斗真，于是困难就跨过去了。你说这个套路我们重复多少遍了？当然我可以理解，因为这一对真的是成熟的大人了吼，他们真的沟通得很顺畅，有什么问题都是及时说开的，所以就导致可能这一季下来人物弧光不是很明显那种感觉。我记得前面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一季的人物弧光主要放在斗真身上，他要开始为了自己的事业打拼，而不是什么事情都好像是为了小枣的感觉。不过这个部分感觉后面就没有再提到了，因为感觉他确实在前几集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要好好的努力在巴黎学习，然后赶紧完成研修回到小枣身边，所以他一路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后面就没有再有什么弧光、什么成长、什么变化了。但是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这些到后半段顶多变得无聊而已。我觉得本季最大的败笔还是左乔家那段故事的描写。哥哥和爸爸突然来搅局，然后呢，他们的目的真的就只是想要见小枣一面吗？可能疑似还有爸爸想要弥补斗真的童年吧，所以他办了那个给小孩打扮漂漂亮亮的活动。但是你说你弥补就弥补吧，结果你对小枣说话那个态度，在那边打压自己儿子的梦想，然后对于那个活动明明要办，结果却因为后来厂商跑路就决定收掉，你这真的是有心想要弥补吗？到头来，真的就像斗真说的，他爸爸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所谓弥补，也只是弥补自己心里的亏欠吧，根本没有要实际弥补自己的儿子。然后就莫名其妙，他们就回去了左乔家，继续大家分隔两地生活，就没头没尾的感觉。那一段并没有真的给这个故事加分，甚至反而因为故事的不完整而扣分。不过话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觉得这一季看得挺开心的啦。因为这种让人安心的感情，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斗真跟小枣之间不会有什么误会、纠结、矛盾。可能确实因此让这部剧的剧情少了一点色彩，但可能这也是这部剧最大的，我觉得可以让观众看得舒服的点吧。所以总体而言，满分10分，我给他7分吧，大概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分数也只是抓个大概吼，没有什么很严格的标准。一方面也如同我刚才所讲的，演员确实在这一季默契更好了，化学反应更强了，那个情欲戏确实看得很满足，那个接吻戏确实看得挠得心痒痒。而与此同时呢，前面追过的剧现在出第2季，也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没见的老朋友回来，再陪伴我们多走了一段生命的旅程，算是一个情怀。整体而言差强人意吧，但是感觉这部剧也不需要第3季了。最后也祝福你我都能找到像小枣和斗真这样子100%互相信任、互相安心的对象，在平凡的生活里也能享受幸福。我们有缘再见，拜拜。